然然嫁给我。商业晚宴上，近年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单膝跪地，捧着鲜红的玫瑰花，笑容温润。周围响起热烈的鼓掌和起哄声。我在人群中望了一圈，看到了近年的白月光许嫣嫣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她站在不远处，脸色苍白，瀑布一样的黑发垂落肩头，咬着唇，渲染玉气。我终于确信自己穿书了，还穿成了昨晚看的狗血虐文里的恋爱脑女主。大概是见我太久没有动作，近年忽然起身抓住我的肩膀，冷着脸：“许佳然，看在你舔了我那么久的份上，我勉为其难可以娶你，但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只是替身而已，没有任性的资本。我替你妈。”在外人看来，近年此刻正与我亲昵的咬耳朵。许嫣嫣的眼泪在眼眶转了几圈，终于大颗大颗砸下来。周围陆续有人起哄亲一个，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了许佳然一定会答应近年的求婚。原书中，他也确实欢天喜地地答应了。结果婚后，近年与许嫣嫣常年暧昧不清，许佳然作为妻子却被当作发泄工具，囚禁致死，一生不得自由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。我伸出手臂，嫌恶地想要推开近年，他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。烂白菜，离老子远点！我忍无可忍，抬起手，在近年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一巴掌把他扇进了旁边正在维修的臭水沟，然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大步跑向了独自靠在角落的清冷少年。在一众西装革履中，少年的赛车服显得格外醒目。如今我已经成了许佳然，坚决不能重蹈覆辙，步他的后尘。什么虐恋情深，什么狗屁替身，替死鬼还差不多。正巧这时，少年听到动静，转身与我对视。额前碎发微动，漆黑的眸子像覆了层冰霜的黑葡萄，阴郁冷淡却又惊人的漂亮。我上前一步搂住他的腰，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。宋卷身体僵住了，耳尖生出一层绯红。我一下没忍住，踮脚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。帅哥，结婚吧！我超甜。今年怔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从脏水中站起来，舌尖抵了抵被打的地方，眸色闪过浓浓的疑惑和阴寒。我后知后觉地有了悔意。这可是凭一己之力单挑半部刑法的男人，我怎么一时冲动就下手了呢？就算他再欠抽，也得忍住啊！可是打出去的巴掌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周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，甚至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。这不是近年的舔狗吗？怎么和宋家那个二世祖抱一起了？许佳然疯了吧？我记得他不是个怂包吗？居然敢扇靖哥耳光！眼看架势不对，近年的好朋友们及时站出来，一边笑嘻嘻地打圆场，一边遣散了宴会。这场宴会的组织者是近年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时候在 H 商圈，近家可以称得上是只手遮天。而宋卷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纨绔子弟，但未来将叱咤商场，是近年最头疼也最不敢得罪的竞争对手。很快，偌大的会场只剩下我们几个人。近年在外人面前从来都是装出一副温柔斯文的模样，现在也不禁黑了脸，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。我下意识躲在宋卷身后。许佳然，3个数之内过来，不然这场求婚作废，到时候你哭着求我也没用。经典的霸总语录响起，我没忍住乐出了声。近年和宋卷同时看向我，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这种受虐狂女主，谁爱当谁当。我只想健康自由地活着。近年的耐心估计已经耗没了，直接咬牙切齿过来拽我，被宋卷强有力的手臂中途拦住了。他神情散漫，动作却丝毫不退让，稳稳挡在我前面。我心下一暖，瞬间有了底气。近年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宋卷，沉默了几秒，似乎是在权衡利弊。最后他主动收回了手，挂上标志性的温润笑容，语气就让人不寒而栗。小宋，然然不懂事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老婆就不劳靳总费心了。宋卷指了指门外，笑意松散。对了，他跑出去了，你要追一下吗？宋卷口中的他指的是许嫣嫣。近年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许佳然，你会主动找我的，然后匆匆忙忙离开了。我只当这是近年无能狂怒的放狠话，根本没想到他后来真的会付诸行动。删完渣男，我心情良好，一路哼着歌跟着宋卷到了地下停车场。他走得很快，我跟得有些吃力。几分钟后，他忽然停下，我没刹住脚，撞上他的背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掉出眼泪。傻不傻？他低语，嘴角似有笑意。跟着我做什么？我揉了揉鼻子，理直气壮道：“你是我老公，当然要跟着你。”哦，老公。他勾了勾唇，许小姐难道不是只是利用我的身份解围吗？原来他看出来了。果然，经商的都是人精，像宋卷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商人更是精中之精。我无意识撅了撅嘴。宋卷眼神暗了一下，放软了语气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不行，不能回家。我一急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今天的事肯定已经传到我爸和后妈耳朵里了，再加上许嫣嫣添油加醋，现在回家我会被骂死的。宋卷低头看着我和他交叠在一起的手，脖梗爬上了淡淡的绯色。我冷不丁想起了书中对他的描写，智商超群，行事狠戾，个性孤僻，喜欢极限运动，表面一副浪荡公子模样，其实内心纯的要命，从来没交过女朋友。许小姐，无商不奸，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。宋卷靠在车边，轻轻挣脱开我的手。我点点头，颇有些没脸没皮的笑道：对，你不是大善人，你是我的心上人，这话倒是真心的。看书的时候，我就对宋卷这个纸片人疯狂心动。他那张脸号称3秒沦陷，我坚持了30分钟才沦陷，已经算是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了。沉默了半晌，宋卷抱着手臂，淡淡开口：看上我什么了？我脱口而出：你很厉害。哪方面？就那方面。我嘴比脑子快，说完才反应过来不对劲，便又补了一句：你应该懂我意思。怎么更奇怪了？宋卷脸上的镇静终于维持不住了，苍白的指尖染上粉色，声音有些走样：身份证和户口簿有吗？什么？我愣住了。民政局应该还没下班，坐上副座，我捧着2个红本本发呆，心里还有点不真实感。穿书第一天居然结了个婚，对象还是自己的2次元男神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宋卷起身拉过安全带替我系上，酥断腿的嗓音和淡淡的橙子沐浴露味让我止不住的心跳加速。我在红本本上响亮地亲了一下，兴奋地反驳：我才不后悔。傻不傻？宋卷哑然失笑。宋卷，我们现在是回家吗？说到家这个字的时候，宋卷的嘴角很明显地上扬了一下，被我捕捉到了。车最后停在了一栋小型别墅面前。我在浴室待了足足1个小时，确保每一根头发丝都凌乱得很有美感之后，才简单包条浴巾出来。宋卷的目光分给我一瞬，转而又继续低头看文件。头发吹干，早点睡。卧室门锁坏了，害怕的话，你可以拿凳子抵上。我有些挫败地舔了舔嘴唇，出声提醒：我们是夫妻。所以呢？他问我所以呢？不应该一起睡吗？空气肉眼可见地燥热起来。一起的话，你就别想睡了。宋卷习惯性去摸烟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没点火，又把烟放回了烟盒，有些烦躁地拧了拧眉。我不死心地走到他眼皮子底下晃悠了一圈，看到了他眼底被强行压制的玉色。宋卷，我冷。他头也没抬，空调遥控器在茶几上，自己开。我咬了咬牙，索性豁出去，蛮横地跨坐在他腿上，撒娇道：我冷，你抱抱我。宋卷的身体立刻绷紧，眼底逐渐泛红，声音有些凶：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下去。我不仅没下去，还不怕死地蹭了蹭。宋卷闷哼一声，手臂发力，主动缠上我的腰，把我抱到了桌上，身体卡在了我双腿之间。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他垂眸，笑意勾人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好巧，我也不是。我强迫自己镇静，主动伸手去解他的衬衣扣子，手指却止不住的发颤。会吗？宋卷往前进了一步，耳垂红的仿佛要滴血，低沉的嗓音像是春药一般弥漫在狭小的方寸之间。我的心跳逐渐开始不受控制，终于颤颤巍巍地解开了第一颗扣子，手软脚软，全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。当然，我身经百战。你没经验，一切听我指挥。我把宋卷带到床边，用力一推，他顺从地陷进了柔软的床铺，一副予取予求的模样。漂亮的眼睛像一把小钩子，勾得我意乱情迷，以至于解完皮带，忘了下一步该做什么。宋卷轻笑，身经百战。我咬紧了唇，愣神的那瞬间，宋卷突然翻身，把我压在下面，用我刚刚费尽心思解下来的皮带捆住了我的双手，举过头顶。我疑惑的正想开口询问这是何意，唇瓣就被堵住了。他常年攀岩、打拳击，肌肉很紧致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感。我像是在风里飘摇的小舟，被海浪一次一次抛起又落下，沉沉浮浮，直到乌云再也承受不住，暴雨喷薄而出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纯是真的纯，狠也是真的狠。最后天快亮时，我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喊我：你叫什么？小乖。我一开口，嗓子有些嘶哑，意识也不清醒，完全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哪里不对劲。家在哪？我是孤儿，没有家。现在有了。宋卷替我掖好被角，我打个哈欠，把头埋进枕头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看着手腕上的红痕，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禽兽。好不容易脱离了近年那个狼窝，没想到又一脚踏入了虎穴。别墅空无一人，宋卷不知道去哪了。昨晚的衣服被扯得不成样子，我勉强整理好穿上，准备去上班。刚打开大门，就和站在外面提着购物袋偷偷抽烟的宋卷的面面相觑。他的目光在我领口的红痕处黏糊糊地停留了几秒，指腹迅速碾灭了指尖的猩红。特地给我买的。我指了指他购物袋里的女装，如果我没看错，里面甚至还有几件小可爱。
顺便看到就随便买了点。宋卷别别扭扭答道。我看着这些精心挑选的款式，忍不住弯起嘴角。那下次再顺便买点，裙子我喜欢短一点的。说完，我凑过去吻他。他别开脸，脖子红了一片，摊开手里的烟头，呛我盯着他被烫红的手指，有些心疼。那以后不抽了。好，跟宋卷相处时间久了，我才发现这人是个工作狂。表面上看着懒懒散散，游手好闲，其实私底下比谁都卷。我经营着自己的花店，平时很少去他公司，每一次去基本都是给他送文件。只不过这次送文件时，宋卷办公室除了他还有另一个人，许嫣嫣。书里曾经提到过，许嫣嫣和宋卷是一同所大学毕业的，宋卷是他的学长，后来又成了他的上司。宋卷性子孤僻，酷爱刀尖舔血的极限运动，狠起来不要命。许嫣嫣刚入公司，温柔恬静，软软糯糯，很喜欢跟在他后面问各种问题，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他灰暗无趣的生活。时间久了，宋卷对许嫣嫣产生了几分异样的情愫。碍于近年和许嫣嫣的关系，他一直把这份感情深埋心底，甚至为此终身不娶。虽然我抢在许嫣嫣和宋卷的感情线发生之前，率先认识了宋卷并和他结婚，但是剧情的力量总归是强大的，会不会不管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小说的走向？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。乖乖，怎么不进来？宋卷一开口，许嫣嫣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，有些惊讶。许姐姐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把文件递给宋卷，还没张嘴就被他一只手揽过了腰。我夫人。许嫣嫣瞳孔放大了一圈，你们真的结婚了，恭喜！说着恭喜，语气却是藏不住的苦涩。宋卷，这是你写的方案？许嫣嫣点点头，声音似撒娇。学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。你准备把它发到哪里？意林还是读者？什么？中间有个笑话合集，我看挺适合你。许嫣嫣的脸色煞白，我也突然回忆起了之前被教导主任支配的恐惧。宋卷把方案递还给他，以后这种东西不用找我看，给你们总监就好。夫人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像是忽然被点名的走神学生，茫然的点了点头。对，学长。还有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以后不准叫我学长，叫宋总。许嫣嫣咬着唇，好。还有衣服，仔细看看公司发布的着装要求，再有下次找你的就是人事了。我知道了。宋卷皱了皱眉，还有事吗？许嫣嫣摇摇头，那就回去工作吧，我和夫人还有话要讲。许嫣嫣含着泪跑开了。全书终极白月光，清纯大美人估计还是第一次受这种委屈。我嘎嘎傻乐，余光瞥到宋卷正盯着我看，我立马端正了态度，腰杆挺直。你要和我说什么？宋卷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拉上窗帘，关上办公室门，轻轻凑到我耳边。就在我紧张地等着他宣布什么严肃事项时，却听到想你了。宋卷收起冷淡的锋芒，全身泄了力一样倒在我身上，唇瓣蹭过锁骨，橙子沐浴露的香味和淡淡的烟草薄荷味混合在一起，意外的撩人。我的心率直接奔着200狂飙。同样都是没谈过恋爱，都在牡丹着同一个起跑线上，为什么他就能无师自通的这么会？简直可恶！老婆，我头疼，我帅哥脑上头，我给你揉揉。乖乖真好。如果这时候有员工推门进来，就会看到这略显香艳的画面。我坐在办公室的皮质长椅上，宋卷脱了西装外套枕在我大腿上，闭着眼睛望着玻璃门外人来人往，我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，生怕有人突然闯入。宋卷大概是真的累了，眼下浮现出淡淡的青涩。乖乖，最近公司有些麻烦事，要加班。这已经不是宋卷第一次和我说的这些了。可我明明记得书里宋卷的事业开展得很顺利，没有现在那么艰难。虽然觉得奇怪，我还是回了个好。清浅的呼吸声传来，宋卷似乎是睡着了。我盯着他展瘦的腰线，有些心猿意马，忍不住上手狠狠摸了一下。宋卷吃痛的闷哼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四目相对，我疑惑地掀开他的衬衣下摆，看到了一大片青紫。怎么回事？宋卷用手盖住伤痕，笑了笑，没什么，不小心摔的。乖乖，我要工作了，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可是我还没讲完，宋卷已经拨通了司机的电话。我不情不愿出了公司，想起上周宋卷去花店接我下班，当时一群人开着摩托车过来，朝宋卷拍了拍头盔。卷爷最近发掘了个新路线，够刺激，溜一圈。宋卷挑了挑眉，指了指他用来接送我的自行车，以后我骑这个。为首的男生半是惋惜，半是调侃，没看出来卷爷还是个妻奴，结婚后胆子都变小了。旁边的女生给了他一个暴力，你懂个屁。人心里边一旦有了在乎的人，就会惜命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男生被骂了一通，朝女生撇了撇嘴。你别说，卷爷上次刹车忽然失灵，真的吓死我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羔子搞的鬼，都好几次了。后来车发动了，对话逐渐听不清了。在宋卷这里住了好几月，许爸突然打来电话，让我回家吃顿饭。
小说中对许家然家庭描写不多，但爸爸对他似乎还不错。而且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对亲情有种难以言说的渴望，便一口答应了。说好的家宴，当我赶到时，却发现近年也在。我看了看许嫣嫣，又看了看他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大大方方打招呼：“妹夫好。”桌上所有人都呆住了。许爸拽了拽我，瞎喊什么叫靳总。我有些失望地拍了拍近年：“你咋还没追妻成功？加把劲啊！”他和许嫣嫣，一个神经，一个绿茶，最好一辈子锁死，再也别霍霍其他人。许爸推了推我，然去厨房端碗。我端了2个碗之后，发现不对劲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就我一个人在动？哎，我说我给你们一人买个轮椅吧。许嫣嫣说什么呢？我们又不瘸。我冷笑一声，既然不瘸，怎么不动弹呢？等着别人喂。许嫣嫣在家里也卸下了平日温柔的伪装，语气嘲讽：“你平时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”我端起碗，舀了一勺滚热的粥，掰开许嫣嫣的嘴灌了下去。许家然，你疯了！许嫣嫣被烫得面目狰狞。我无辜地瞪着圆圆的眼睛，妹妹，是你让我喂的哦。喧闹中一直沉默的近年忽然开口：“你和宋卷结婚了？”是，我答得很爽快，还有点自豪。这些天我一直都等着你主动找我，可你没有。近年眸子幽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被他盯得不舒服，转身想走，被许爸拉住了。靳总跟你求婚，你不答应，结果和那个二流子结婚。然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爸，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。我顿了一下，看向近年，而且在我心里，宋卷很好，一个神经质的法外狂徒也配合我的宋卷比。谁给他的脸？拜拜，这饭我不想吃了。我气冲冲踹开门，发现近年也跟了出来。我没理会，自顾自往前走，背后传来他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声音：“你和宋卷离婚吧？”什么？我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。近年一副退让良多的样子。许家然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嫁给宋卷。你之前对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算什么？算成语吧。近年仿佛看不到我眼中的厌恶，掏出一个戒指盒：“你和他结婚，连个婚礼都没有。但我不一样，我会给你一场全市最盛大的婚礼。”我实在理解不了虐文霸总的脑回路。近年，你明明不喜欢我，你喜欢的人是许嫣嫣，非让我和你结婚干嘛？我是不喜欢你。近年语气斯文，眼中却藏不住的疯狂。但你必须是我的。这种被当成玩物打量的目光让我觉得头皮发麻，忍不住后退了2步。近年，我不是谁的，我是自由的。他不为所动，语气依旧狂热。我耐心有限，给你3个月时间考虑。离开他，对你们2个都好。就在这时，响起了汽车鸣笛声。宋卷从车上下来，把我挡在身后，冷冷看着近年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后者重新装上温润的笑容：“闲聊而已。”宋卷声调冷峻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人爱吃醋，见不得自己老婆被除我以外的男人拉拉扯扯，看到了就想揍人。乖乖，我们走。”近年皱了皱眉：“你喊他什么？”宋卷揽住我的腰，霸道地宣示主权。夫妻之间的爱称，靳总连这个也要听。后面的一段时间，宋卷忙得几乎脚不沾地，但不管他去哪里，都会把我带在身边。在这期间，他要外出一次，就把我带到了他家。宋卷妈妈提前得知消息后，连夜给家里做了个大扫除，就连家里的狗狗都带上了领结，一见面就伸出爪子和我握手，也不知道训练了多少遍。宋卷的爷爷奶奶怕我觉得喧闹，在我来的当天，把隔壁阿姨家喜欢闹腾的小儿子带去游乐园玩了。作为孤儿的我，还是第一次这么切实地感受到被家人珍重的滋味。饭桌上，宋卷妈妈不断给我夹菜，絮叨着宋卷小时候的事。那个时候，我和他爸爸都忙，就把小卷一个人关在家里，一关就是一整天，也没人陪他说话。现在想想，真是悔不当初，怪不得宋卷长大后会是这个性格，原来和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。我还以为小卷这辈子都不会成家了，幸好遇到了然你，真是3生有幸，祖坟冒烟。小卷跟你在一块，笑容都变多了。我笑了笑，我也很幸运能遇到宋卷。宋卷妈妈像是想到什么，叹了口气，还不知道靳家那小子这次又会怎么整小卷。我有些茫然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今年和宋卷不对付？可是在小说中，距离2人正式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应该还有1年的时间。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合作居多。宋卷妈妈义愤填膺，何止是不对付，近年对小卷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针对加肆意羞辱。我愣住了，我都不知道小卷那么高傲的性子是怎么忍受这些的。而且这种恶意打压明明对近年也没有好处。从宋卷妈妈断断续续的倾诉中，我逐渐拼凑起来了完整的时间始末。原来从我和宋卷结婚那刻起，近年就开始了打击报复，几次3番挑起事端。我不由得联想起那次无意中发现的宋卷身上的伤，他的那些朋友怀疑是人为制造的刹车失灵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近年干的。我心下一沉，忍不住打个寒战。原来近年之前说的会主动找他和3个月的时间是这个意思，我早就该想到的。近年完全就是条疯狗。
我的突然出现打乱了剧情，也加速了他疯的进程。后半夜，我一直频繁做噩梦，梦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别墅和昏暗的地下室，一个女孩被铁链拴住手脚，形销骨立，肤色是常年不见太阳的惨白，身上还有一些难以直视的暧昧痕迹。我走过去，拨开她披散的头发，看到了那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。我猛地惊醒，浑身出了一层冷汗。身旁的人长臂一伸抱住我，让我贴上他滚烫的胸膛。我的心跳慢慢平复下来。乖乖，做噩梦了。宋卷打开灯，仔仔细细看着我，有些懊恼，都是我的错，没能保护好你。可是明明是我带给了他这些无妄之灾，明明是我想要自救，擅自改动剧情，替我承担这一切惩罚的却是宋卷。眼泪无声浸湿了枕头，我带着哭腔开口：宋卷，对不起。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，近年的那些手段其实都是冲着我来的，你本不该卷进去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是你丈夫。宋卷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吻去了我眼角的泪珠。他的语气怎么这么轻松？他的事业因为我陡上了那么多艰难坎坷，甚至还遭遇了人身危险，就一点都不担心紧张吗？我正想着，忽然被人揉了揉头发，不开心。我点了点头。宋卷翻了个身，垂眸看着我，那熬个夜，做点令人愉悦的事。我瞬间涨红了脸，忍不住笑了。宋卷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？终于笑了。宋卷又躺了回去，重新抱住我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那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对了，以后不准和我说对不起。那我忍不住的时候怎么办？用我爱你替换。3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就算近年极力打压，宋卷的公司依然拓展了新的业务领域，并且赶上时代风口，发展极为迅猛。我经营的花店也开了第1家分店，看起来一切都在向好发展。直到我看见了跑来花店找我的许嫣嫣，她神色慌张，眼中似有怨恨。许家然，如果宋卷入狱了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你说什么？许嫣嫣，你也知道近年的手段，他现在已经带人去宋卷公司了。你说你当初答应他多好，就不会后续这么多事了。我要是早知道他会这样对宋卷，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帮他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也没用。我手里的花摔落在地上，急匆匆赶到宋卷公司时，电梯坏了。我一口气爬上8楼，刚刚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见几位警察。看到我进来，近年眼中露出藏不住的狂热。他走过来，轻轻缠着我衣服上的流苏。我说过你会主动找我的，我看中的东西，就算是玩腻了，也绝不会假手他人。更何况我们之间才刚刚开始。我一字一顿，你真是个疯子。把衣服从近年手里拽出来后，我看向一旁沉默的宋卷。发生什么了？宋卷没说话，静静看着我。姗姗来迟的许嫣嫣张了张嘴，大概是想说什么，却被近年一个眼神封住了嘴。宋卷主动走到警察面前，动手吧。银色的镣铐在碰撞中发出脆响，只不过套在了近年的手腕上。他古井无波、志满意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许嫣嫣也惊住了，拉住警察的袖子：“你们抓错人了。”警察笑了笑，确实漏了一个。说完，把许嫣嫣也铐上了。他瞬间脸色煞白。我拿起桌上的文件，看着许嫣嫣笑了笑。你费尽心思帮近年偷出了公司的文件，以为抓到了宋卷的把柄，却不知道这是假的。许嫣嫣回过神来，许家然，这都是你和宋卷演的戏。请叫我徐导，谢谢。今年还想再争辩？宋卷直接拿出来了这段时间收集到的所有证据，摆在他面前。有公司账面问题，有他使用非法手段恶意竞争的证明，有他故意买凶破坏宋卷摩托的聊天记录，最后还有几段他尾随我的监控录像。近年最终沉默了。警察扭送着他们2个下楼临上警车时，近年忽然扭头死死盯着我。你是谁？我用霸总的语气回他。手握剧本的女人。警车开远了，我长舒一口气，想起来我猝死前发的最后一条书评：狗男主给我进局子，作者不送他，我亲自送。允许这样的人多狗吠一句，都是我的失职。打完最后一个字，我就来到了这。冥冥之中，说不定也是场缘分。乖乖，你是怎么知道许嫣嫣会偷公司文件的？我轻轻挠了挠她的下巴，想知道。宋卷的耳尖肉眼可见的变红了。那晚上，我趴在宋卷耳边说完话，他整个脖子已经熟透了。昨天，我已经在网站上精心挑选了一副逼真的手铐和制服。宋卷这么强的演技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心情愉悦地勾起嘴角，回家吧，我饿了，想吃你上次做的牛肉饼。宋卷牵起我的手，回家。事情尘埃落定，警局和我们分享了近年的一部分笔录，里面记载了他被父亲囚禁鞭打的经历。那座金碧辉煌别墅下的阴郁地下室曾占据了他的整个青春，可是悲惨的经历不该成为他伤害别人的理由。等等，宋卷小时候是不是也被关在屋里过？那他该不会也……我偷偷用余光瞟他，被他捏住了脸蛋，用力扯了扯。小乖，我是爱你的，
但你是自由的。晚上，我再一次梦到了那个女孩，她挣脱了铁链，打开窗户，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。临走时，她回头和我轻声说了句多谢。醒来后，身边空无一人。床边立着一个巨大的爱心巧克力盒，上面有张纸条，请睡美人打开大门。我不明所以，但觉得有些好笑的喃喃自语，幼稚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乖巧地推开了门，看到大树上系着一根红绳，上面写着前进200米，鲜花赠美人。我捧起花，抽出了里面的卡片。100米处左拐有惊喜。等我拐过去，面前是一个巨大的 Q 版人形立牌。我掐着腰，手臂指着前方，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一片照片墙。我欣赏了几秒，忍不住撕下来几张比证件照还丑的照片，准备一会找宋娟算账。远处几位女孩提着重重的化妆包朝我招手，我走过去，被她们拉到了宽敞的化妆室。照镜子时，上面贴着一张纸条：你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。我忽然又觉得那几张丑照的账不算也罢。从另一条通道走出化妆室后，我看到了长长的红毯和红毯尽头的宋娟，周围高朋满座。我一出来，响起热烈的欢呼。彩色丝带从天空坠落，阳光下，宋娟朝我跑过来，微风吹动额前的碎发，露出好看的眉骨弧度。上次见到的那只打了领结的狗狗，现在还套上西装，神气地扭着屁股，背上载着2枚闪闪发光的钻戒。如果它没有走着走着掉到台下去，也许这个场景足够它在狗界吹一辈子。简单仪式过后，我忍不住悄悄问宋娟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这场婚礼的？宋娟喝醉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。第一次见你之后就开始了。酒过3巡，几个朋友提议玩游戏，其中一项是新娘引导新郎说出指定关键词，词牌上写的是妻子。这也太简单了。我朝宋娟指了指自己，我是什么？周围笑声四起。宋娟没有一丝犹豫，语气认真而虔诚：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晚安。